某天洗碗的时候，突然有个声音告诉我，那个让我阿杂的衣橱是在提醒我升级了，但是我的装备还没有升级。Hello， 我是 A， 陪你在穿搭与断舍离中挖掘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珍珠光。老实说，最近我有一个困扰，明明我每年都有定期断舍离那些老破旧、褪色、缩水的衣服，但我最近开始有一个很深的无力感，站在衣橱前面穿来穿去又觉得自己灰灰的，提不起劲，衣服好像也不糟，可是就是怪，甚至穿完以后回家会很累，越穿越觉得不是在穿自己的衣服，有点没有自信。对于那些曾经精选过的衣服，我现在怎么看怎么闷，怎么穿怎么都找不到那些开心的感觉。如果你最近一样有这样的烦躁感的话，恭喜你，我们准备要进入下一关了。今天就趁着换季重整我的衣橱的时候，跟大家聊一聊今年夏天前我要断舍离那些在我衣橱里装没事但其实是在拉低我的能量的6种衣服，让我们升级自己的同时也升级一下我们的装备。对了，影片的最后一点最关键，影片都有设章节，但麻烦大家广告帮我们多看个几秒，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优化影片最大的动力。第一种，讨好别人买的衣服，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买一些别人会喜欢、别人会夸奖等等诸如此类的衣服，像是这件应该会被夸气色好又瘦，不然就是这个今年很流行，还有那种网友都爱讨论我也想要买，或是那些要符合所谓几岁的年龄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但穿上去之后却发现镜子里那个人好像不是自己。不要害怕，不是灵异事件，镜子里是那个为了讨好别人谁都满足了，就是忘了问自己喜不喜欢的自己。如果穿出去期待下一次夸奖别人没有夸奖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空虚，总觉得你好像不是在做自己，而是在扮演某一种符合别人的期待、审美需求的角色。但别人称赞没有问题，想被称赞也没有错，衣服不差，可能还很新，版型也是对的，也没有明显的缺点，不过你穿上去就是空虚寂寞疲倦冷，甚至还有一点反感，那就是这件衣服没有满足你的需求。会反感是因为穿上这些衣服只是为了要迎合别人喜欢的样子。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看似不相干的例子，我在剪辑的时候听到唐启阳老师在 YT 的直播，就有人说他年轻的时候很漂亮，他说他不觉得，他觉得自己现在最美，他现在不需要看起来多年轻，但也不需要穿得像多大才可以看起来有智慧，跟大家分享。之前就有聊过，衣服其实就是我们行动名片，在街上啊、办公室、开会啊、咖啡厅、社交场合传递出的第一个讯息，你想要怎么被认识，它可以怎么传递出你的品味、美感，甚至是你的个性、职业，但是前提是它是你真正喜欢的，不是单纯只为了获得某一种认可。那些你穿上去就好像赶快换掉，每次看就烦躁，其实就是你的潜意识一直在跟你抗议，它除了自己已经不想要再乱讨好任何人了。所以不管它多贵多新多流行，只要让我觉得我穿起来会越穿越不像自己，越像在戴上别人喜欢的面具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是我今年该要断的时候了。穿得像自己，被夸奖，我才会真心的觉得满足，不然我只会为了被喜欢、被称赞诸如此类的理由反复买错，再重新陷入空虚的无限回圈。体感不舒服的布料或剪裁，有一些衣服啊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有一些比较厚重或者是穿起来会扎、会刺、会痒的毛衣，像那些该保暖不保暖，该通风不通风，该吸汗不吸汗，该凉爽不凉爽，还有一些材质是吸了几次汗之后就很难再把它洗香，更不用说那些拉链难拉、内缝线粗糙、内衣肩带会不断的往下滑、T 恤下摆动不动就翻起来的那些衣服，真的每一次穿都在测试我们的底线。像我穿那些衣服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很不好，人家会不知道我的脸到底在臭什么，其实就是那些小东西让敏感的我真的开心不起来。之前我秉持着不想要浪费的心态，我就告诉自己说没关系吧，先忍忍，应该下次穿就习惯了。感觉回想起来，我就是那种大家说的不解决问题本人，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那种心态，这根本就是在对自己的霸凌。而且说重一点，我一直在纵容这些衣服，检讨我这个被害者。
对，它外表虽然没有问题，而且我只穿过几次，但实际上它一直在各种的内耗我。我的体感难道没有衣服贵吗？像这类让我的身体一直不断进入防御或者是忍耐状态，浅层看它只是在影响我们对穿搭的感受，但是久了就是会影响我们对于生活品质还有自己的期待。不要让自己失望，我们要温柔的对待自己，好吗？那你是不是想，我穿的舒服是不是就要放弃打扮了呢？当然不是，选择穿的舒服是给自己身体最基本的爱还有尊重。学服装设计以前，我很在乎衣服的外表跟流行度，但是学服装设计之后，我反而更在乎衣服在我身上的感受，所以材质、剪裁还有做工都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观念的改变，我反而从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到我现在真的很在乎自己的体感。因为你只要体感感觉很舒服了，它就会给你一种很奢华、很被宠爱的感觉。那个真的不是单纯衣服外形设计好看可以给你的。所以现在衣服如果让我的身体不舒服，就算心痛我也要放手了。断舍离他们看起来很可惜，但换回的是我们的身体的优先权。第三种，心理上会有负面连结的衣服。有些衣服不是穿着不舒服，而是心理上会有负面的连结。像这一件皮衣，非常喜欢它，从剪裁、版型、设计、颜色、布料，我都很喜欢。但是有几次穿它出去都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最近2次遇到疯子，甚至报警。回想一下，是穿着它。是不是我们的磁场不太合，还是我加上它会吸引不好的磁场？我会先把它归类在留校察看区，再观察个几次。如果穿的时候还是有遇到那种我会印象非常深刻的怪事的话，那我也只好忍痛断舍离它。还有一种会有负面连结的，就是将就的心态，像那种穿得出去就好的衣服，不是因为喜欢它才留下来，而是因为它也没有怎样，应该还可以穿，不然就先将就一下好了。像这种衣服非常容易是比较邋遢的，这类的衣服在我过去心态比较低落想摆烂的时候特别的多，但现在我觉得自己已经重整好自己的内在了，我也想要让我外表的呈现呼应我内在的改变，所以就算只是散步、买菜、在家洗碗，我也不想要再用那种将就的样子过生活。然后就算我想要摆烂的时候，我也穿着是我喜欢的衣服，因为那样子的状态我也赶快动起来。如果你是想要激励自己，那我们就给自己一个 deadline。如果是要减重的话，那我们给自己3个月到1年的时间。如果你还不能穿上它的话，真的不要留恋了，因为它只是在占空间卡灰而已，而且它还一直在暗示我们还不够好。另外之前断舍离垃圾心态影片里面有聊到，其实这个就有一点暗示你一直在放自己鸽子，所以我们不然就 go big or go home， 在3个月内减掉你想要减的体重，穿上这个衣服，不然我们不要让它变成一种情绪勒索。真正适合我们的衣服是那种我们一看到就想要穿，摸到心情就会变好，就算你在店里再看到这件衣服，你也还会原价买的，觉得自己穿上去之后身心灵都有被温柔的对待，觉得自己选的真好的衣服。人生已经很短了，我的衣橱空间也不多，我真的已经受够那种将就，还有或者是等到什么时候再穿那种会自我贬低的衣服。现在的我就是想要从内而外的表达 I'm ready， 我值得被好好的对待。第4种，很贵但不适合的衣服。贵的衣服不一定代表好，价钱也不代表质感，更不是适不适合我们的标准。像这一件是一个阿姨送的，我很喜欢它的颜色跟上面的样子，不过这件衣服不太能常常穿它，跟穿它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怪怪的一点，就是它的下摆常常会让我觉得很浮夸。不过早期的衣服用料真的很好，价格虽然高，可是现在真的买不到了。然后加上我很喜欢这件的颜色，不过衣服再贵也没有我们自己贵。真正有价值的衣服是穿上去会让我们自在、舒服、有自信，感觉像自己的。但这件衣服我又真的很喜欢啊，那怎么办呢？像之前断舍离的时候，我是通常分成4类：可捐赠的、该丢的、留校察看的。今年我会多增加一个新的分类，是可改造衣物区。像这一类就是质感很好，但设计不合，我就会把它归类到可改造衣物区。未来看看可以怎么改造它。如果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朋友，别忘了下面留个言让我知道。
第5种，很便宜但不适合的衣服。虽然便宜不代表没好物，但是便宜绝对不代表 CP 值高。为了便宜而买的凑合着穿，久了以后呢，我觉得就养成了我自己有种凑合过的心态。重点是我觉得这样的穿着方式，我的能量会越来越低。时间久了以后，我会开始怀疑说我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就这样。我发现我普遍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是配得感比较低，整个人想要躺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配得感比较低的时候会选择比较邋遢的衣服，还是因为邋遢的衣服让我觉得我的配得感比较低。总之我发现这种想软烂的时候会选这种衣服，而这类的衣服大概都是比较便宜，可以让我糟蹋或者是我不在乎了那种心态的时候会选择的衣服。像这样的习惯不只会影响我们的美感，更糟的是我觉得它已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削弱对于生活的期待还有标准。美感不是因为有个美字好像就只跟好看有关，而是不委屈不将就，更是质感的一种呈现。那如果觉得除了便宜其他都不重要，反正就只是衣服，不要太糟就好了，反正买贵了也舍不得穿。但现在很多的衣服化学药剂都超标，价格也某方面的在显示它比较没有被品管。另外如果是鞋子的话，鞋子如果不穿适合自己的，对于我们的足部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有在 care 自己的关节啊或者是脊椎，那可能这方面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当我们开始习惯用衣服或者是居家选物委屈自己，就会开始逐渐接受反正我就值得差不多这样，差不多就好了。但其实我们不应该就这么将就啊，美感也不应该这样子被消磨。美感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让我们不委屈。所以与其凑合买一堆不适合的，不如我们就少买一点，但是买真正自己喜欢的质感好的。如果想要让一件衣服发挥它的最大的价值，那可以试着不同的搭配。那要怎么选物还有穿搭呢？别忘了订阅 Typical Girls， 我会分享设计师的视角，还有那些年踩坑的经验，学到的挑选方法。第6种，旧身份的制服。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说，衣服是可以被解构的符号，它反映出社会的集体潜意识，也透过这个集体潜意识反映出我们怎么看待自己，还有怎么样跟外界对话。其实借由这些对话还有感受，我们也可以更了解自己。衣服是符号，也是我们生活各种场景下的面具跟工具，穿起来会唤醒过去的某种情绪、角色或者是场景，会让我们有时候不自觉的又回到旧思维里面，是我们重塑自己的绊脚石。所以有时候当自己有点困惑提不起劲，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要改变了。而且好消息是它可以改变的，借由我们选择留下或新增的衣服，也是我们从潜意识里开始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升级了。像这几年我的心态经历了从活在别人凝视的内耗，到断舍离之后慢慢察觉自己的内在，再到现在相对稳定舒服平静的状态。说的抽象一点呢，好像就是有一种重生感。就像在萨尔达里面，我们到了新的一关就可以更新一下我们的装备，他们不是不好，只是不适合现在版本的我。会对衣服提不起劲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继续穿着旧身份的制服，跟我们心灵的频率没有对上。我想也是时候让那些不符合我现在角色的服装离开了。也许你会觉得断舍离掉这6类衣服蛮浪费的，但是它是不只帮我们清出空间，而且是腾出我们珍贵的心理空间，迎接我们新频率的自己。所以如果你已经断舍离了，但你看到衣柜就杂，然后觉得不对劲，可能就是你的内在已经改变了，但衣橱里的衣服还没有跟上。下次我们整理衣柜的时候，与其又要问说我要丢什么，不如我们可以问自己，哪件衣服让我更喜欢自己？哪件款式的设计可以提醒我，虽然我不完美，但是我接受它，甚至我可以转化成自己的风格。最后我要怎么系统性的设计我的衣橱，让它成为我的行动名片，帮我省时省力。好啦，聊完了。如果你也开始蠢蠢欲动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你最想要断舍离的，或者是最难割舍的是哪一类。别忘了帮我们按个赞、订阅、开启小叮当。我是 A， 我们继续一起挖掘出自己的珍珠光。From the moment that we met